Hello，大家好，欢迎回到我的频道，我是主持人 Big Joe。大家有没有听过这样一个话，就说呢，这个世界上最让人恐惧的事情，第一名排名是死亡，第二名紧接着死亡之后呢就是演讲。这个呢是基于对很多人的这样一个调查来得出的一个结论，也就是说，除了死亡之外，人类最害怕的事情，平均而言就是演讲。那今天呢，我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故事。这个题目呢，就是从一言不发到全国前3，我和演讲不得不说的故事。我呢，在中学时代是一个标准的宅男，喜欢看动漫，喜欢打游戏，性格十分内向。那有一次呢，我们班级里面呢做一个辩论赛，也就是班级和班级之间的辩论赛。然后在辩论赛之前呢，每个班都需要有一个内部选拔赛。那于是呢，我就去参加我们的内部选拔赛。这个辩论赛呢，大家知道是在一个台子上，一个舞台上，然后是一个4对4的这样的一个局面，是怎么样呀？1辩、2辩、3辩、4辩，那对方也是一样。那天呢，我们一共8个人在台上唇枪舌战，但是我一句话也没有说。我是唯一一个一句话也没有说，一次也没有站起来这样讲话过的人。因为什么呢？我太害怕了，我就坐在我的位置上一动不动，不敢站起来，不敢说一句话。然后呢，到了我们这次辩论结束的时候，由于我的这个3个辩友同学呢，看到我一句话都没有说，他们就很想把最后一次机会给到我，说要不你来做一个总结陈词吧。然后由于当时我实在是太害怕了，看着下面乌泱泱的同学人群，我都不敢站起来做这样一个总结陈词，我就说我什么都不要做，你们帮我做了吧。所以从头到尾那一次演讲比赛，我们班级的内部选拔赛8个人4对4，只有我一个人从头到尾一句话都没有说，一句话都没有说。然后结束之后呢，我非常非常难过，因为觉得自己特别的弱，其他同学都能怎么样呀？在台上侃侃而谈，只有我完全不敢站起来，不敢面对观众的眼神，不敢在台上讲一句话，我非常非常的伤心。然后时光飞逝，若干年后呢，我呢就大学毕业来到上海工作。在上海的时候呢，我结识了演讲俱乐部 Toastmasters。那这个俱乐部对我的影响是很大的，是很大的。于是呢，我加入了这个俱乐部。然后呢，在3年期间，我经常去这个俱乐部练习演讲，一共上台过150多次。那我第一次上台的时候呢，也是非常的紧张，然后当时的表现可以说是差强人意。不过当时呢，我们俱乐部对每一个人都有一个评价者或者叫评论官，那么他对我的表现说，You did a good job。他说你做得非常好。那我的信心一下就起来了，然后不断的去做第2个演讲、第3个演讲，然后后来逐渐的呢，我也成为了别人的评论官。再后来呢，我成为了俱乐部主席，并且经常参加演讲比赛。那在各级的演讲比赛中呢，都获得了好的成绩。那最好的成绩呢，是曾经获得过全国的前3名，而且呢，我还曾经辅导过另外一位我们俱乐部的成员，获得了全国的冠军。然后呢，演讲这个技能呢，就一直跟随着我到现在，而且对我来说有非常多的好处。比如说我在组织社团的时候，我经常需要演讲；再比如说我在找工作面试的时候，面试这件事情跟即兴演讲有非常多的相似之处，所以当时很多的技能都可以用得上。再比如说我做产品经理，也经常需要做 presentation， 做这样一个发布，那演讲的技能呢也会非常的有用。再比如说我现在做这样的一个频道，那么演讲的技能对我来说呢也很有用。当然了，我这么讲呢可能有一点轻描淡写，在这几年的努力中呢，我当然也是有非常多的成功，也有非常多的失败，也丢过很多的脸，但是怎么样，不断的练习，让我从一个一言不发的高中生成为了全国演讲比赛的前3名。那这个过程我在里面学到了什么呢？那我来跟大家分享3点，我觉得我非常大的这样一个收获。第一个是什么呢？就是你的弱点，如果你觉得你有什么弱点的话，这个弱点呢有可能会成为你的一个优点。那有2个成语大家知不知道？一个叫矫枉过正，另外一个叫怎么样呀？用力过猛，对吧？那我们把这2个词用褒义的这样的一个感觉去理解它，就是说当你
发现了你自己的一个弱点的时候，你就会非常愿意的去努力的去克服它。有的时候甚至怎么样呀？由于你付出了过多的努力，导致这件事情成为了你的一个优点。就比如说我去演讲俱乐部 Toastmasters 的时候，我当时都怀着一个梦想，就是我知道我曾经在这个舞台上失败过，然后我特别希望自己能够怎么样呀，在这方面做得更好，所以我不断的努力，然后成为了一个怎么样呀，演讲比赛中获奖的选手。那么你也一样，你有没有什么事情是你觉得，你曾经失败过，或者是你的弱点呢？然后如果你花很大的力气去想办法去提高它的话，有的时候可能这个事情啊，就真的变成了你的优点，因为你付出了大量的努力，反而成为了你的一个怎么样一个优势和一个强项。这一点呢，当时我们在演讲俱乐部里面看的非常的多，有很多那种不擅长演讲、性格极其内向的人，因为不断的挑战自己，后来成为了演讲高手，非常多这样的例子。而且这个呢，可能不仅仅在演讲有这样的事情，可能在其他的地方可能也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大家可以想一想周围有没有这样的人，你的弱点经过你不断的努力，可能会成为你的优势。第二点，这个点呢，我以前曾经强调过，但是我值得再讲一遍，就是一个人的性格和他的技能不是一回事。性格是性格，技能是技能。有些事情呢，是你生来是这样，你有你的天赋，你有你的怎么样呀倾向，但是技能是一个可以提高的东西，而且是任何人都可以提高的东西。就比如说演讲吧，没有一个人是天生的演讲者。可能有一些人他天生呢，比较会说，那么这样的人成为演讲者可能容易一点。有的人呢，可能天生比较害羞，像我这样，那经过努力，他也可以成为一个很好的演讲者。所以从技能层面来说，演讲也好，其他什么也好，全都是可以学的。这个和你的性格和你的倾向没有关系，你不用在这些事情上找借口，只要你去做，用正确的方法，你是可以做到的。另外一个例子呢，就是足球。我很喜欢看足球。那大家知道，职业足球运动员踢得非常好的人，从身高1.6米到身高2米的人，全部都有。你身高1.6几米，那你可以成为马拉多纳。那你说，那身高2米怎么办？身高2米的人根本没有技术可言，对不对？这里有没有利物浦的球迷？利物浦以前有一个前锋叫克劳奇，身高2.02米，这哥们儿还能倒挂金钩射门。你说人家没有技术？人家还是有技术的。所以不管你身高是高是矮，技术这个东西是可以学的。等一会儿我把这个克劳奇的这个倒挂金钩的射门的这个链接就放在我们的这个评论区吧。那我的意思呢，就是性格也好，天赋也好，这是一回事，但是技能这个事情可以学。只要怎么样呀？你要一步一步的，从一开始，如果是你的一个弱点的话呢，你可能一开始这个步子可能要起得小一点。就像我一开始一样，我去做演讲的时候，一开始说实话呢，讲的也不是很好。那当然了，别人对我有很多的鼓励，然后我就一点一点的去提高。那你也一开始也是一样，如果你想要提高什么技能呢，你就一点一点的去做，然后呢，相信自己一定是可以学会的。这是第二点，就是技能层面的事情是可以学会的。第三个呢，就是我们讲一个技术话题就是怎么提高一个技能。那这个呢是 Toastmasters 的一个主要的一个方法论。什么方法论呢？就是你去做一件事情，告诉你怎么做，做完之后呢，需要有一个人给你一个反馈。这个反馈特别重要，特别重要。就比如说 Toastmasters 的方法论是这样的，比如说你在每一步会教你这个演讲的一个技能，比如说你这次演讲是怎么样组织你的语言，下一次演讲是怎么样使用你的身体动作等等之类的。你每次呢有一个主题，然后呢你来去做这样一个尝试，去锻炼自己这方面的能力，然后就会有一个比你更资深的人给你的演讲做一个评论，说你哪里做得好，哪里做得不好，怎么样还可以提高。那这个呢，你作为演讲者，你就可以吸收这样的一些评论，这样你就可以不断的怎么样一个上升的过程。而且 Toastmasters 里面还有对评论者的评论，就是会有一个更加资深的人会说，你刚刚那个对这个演讲者的评论哪儿评论的好，哪儿评论的不好，怎么成为更好的评论者。这样的话呢，使得整个这个社区里面的人的评论水平也越来越高。这样的话呢，可以使得大家的这个水平就越来越高了。所以呢，从技能提高的技术层面来说，怎么做呢？就是去尝试，然后快速尽快的获得一个好的反馈，然后这个东西就回到你这里来，然后怎么样继续尝试，然后再获得一个反馈，再回到这里来。那这个呢，就是一个人不断去提高自己能力的一个方法论。从一个技术层面来说，好，
今天的节目呢就说到这个地方，希望呢我做演讲的、学习演讲的这样的一个经历呢，能够对大家有一点点的帮助。那如果你对这个频道有兴趣，请怎么样呀？订阅我们的频道，并且打开旁边的小铃铛，就不会错过了。如果你有任何问题，请在留言区告诉我。如果你喜欢的话，请给我们一个赞。下次再见，拜拜。